反正今天呢2個東西啊，首先呢我會先講一講這個後 AI 時代的一個真實投資啊，就是到底我們去投什麼東西。然後第二呢就是量子計算，那麼量子計算呢其實裡邊有幾家企業可能都是大家完全沒有想到的啊，我們就接着往下講啊。第一呢是這個大力出奇蹟啊，所謂 Capex 啊，現在整個華爾街還是處於一種不叫華爾街，就整個 AI 圈子其實還在處於一種大力出奇蹟這種概念啊，就是所謂上下文，只要上下文無限長，只要記憶足夠長，那麼 AI 就是智能的啊。其實 AI 完全不是什麼智能啊 ，LLM 大語言模型其實就是一個高級的机器學習啊，它完全不構成這種所謂的智能，好吧？对於我來說，現在所謂吹出來的智能，就是單模型上面的智能，你拋開 agent 放一邊，單模型的智能，你說它有多智能？我覺得它完全不智能，它就是一個鸚鵡學舌，就是一個概率正確，好吧？那麼現在反正至少在 AI 的圈子，在很多不從事 AI 或者不接觸 AI 核心的東西啊，你作為使用者和AI 的開發者或者 AI 的迭代者或者接近於 AI 核心的人來說，是2種體驗啊。就是真正能接近核心的人 ，AI 現在其實就是一个高级的机器学習。那麼在外圍來說，我們通過 agent 也好，通過 harness 也好去做的一些工程化的東西啊，你覺得它是智能了，其實它只是通過一個一個的這種要用寫程序的方式來說，就是通過 if else 啊，就是無非多了一個異步計算的 if else 來完成很多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啊，替代掉很多重複性的工作。所以大力出奇蹟的盡頭是資本開之黑洞，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說啊。阿爾法不再是誰能訓練出最聰明的模型，而是誰能控制真實世界，這個大家要明白。那麼也就是說，為什麼現在Anthropic 着急上市啊？其實 Anthropic 要再不上市，它的估值可能就要往下跌了啊。就是包括 OpenAI， 昨天前天看到一個路邊社的消息啊，我還暫時沒有去確定這個事情是不是真事兒啊。就是昨天看到一個路邊社的消息是說，現在這個美國有幾個州啊，已經準備聯合要起訴 OpenAI 和 Anthropic 啊。就是為什麼要起訴？就是認為他們是對整個美國經濟是有毒害的啊，而且包括這種叫做這種群體訴訟啊，就是群體訴訟還有一個就是知識產權的問題，因為他們用的互聯網上的這些數據其實都是沒有經過授權的，好吧？這個是有幾個州準備要去起訴他們，如果在這之前還不趕緊上市，還不趕緊 IPO 的話，可能後面估值就會被越壓越低，那麼前期這些投資人進去的錢大概率就要打折了，好吧？就是獲利就要打折了啊，這是我們題外話。那麼我們說一說這個共識模板與物理現實的碰撞啊，就是現在呢，就是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現在大家的認知是無限擴大雲端算力的需求，就是認為記憶越長，上下文對話越長啊，就一定智能啊，因為它能記住的東西越多。其實它不是智能了，它只是記住了前面的東西而已，這個完全不是智能啊，智能不是這麼樣一個東西。那麼現實的情況是，企業開始做本地化的部署啊，這個是本地化的部署。所以我在給我們的群的朋友在講下半年配置的時候，給大家推的是幾家做整機的企業啊，做整機的企業其實你說存儲排到什麼時間去，它排不排，它是要人去買的。那麼存儲往後往哪去出？是出到 CLWA、NBIS 還是出到 HPE、IBM？還是出到戴爾，对吧？這個是不管它出到哪，它就往這幾方面去。那麼往後一定是企業自行去部署啊，就是大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核心內容要付費給 Anthropic， 付費給 OpenAI， 2我還要把我的核心內容通過 API 給你，對吧？誰會去幹這種傻事兒啊？就是我花錢還要把我的核心內容給你，這是對於企業來說不可接受的。我花錢用了你的核心內容 OK， 但是我花了錢我還要把我的核心內容遞給你啊，這個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沒有什麼企業願意這麼去幹的啊，就是大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核心內容通過 API 去暴露給 Anthropic 和 OpenAI， 甚至 Gemini 啊，就是甚至用國內的就是 DeepSeek 啊，這些千問啊，對吧？所以
端側的模型、低功耗的硬件和私有化本地部署才是真正真实落地的生意。那麼端側模型，其實我在我的那個我自己的那个群裡邊，我也給大家說，就是邊緣計算啊，一直從4、5月份我們就在說邊緣計算，對吧？這個低功耗硬件其實也是邊緣計算。那麼本地部署說的 HPG、IBM 戴爾，其實我也是這個半年這個展望的時候也給大家說了，好吧？那麼數據方面強行爬取全網公開啊，現在高質量公開語料已經枯竭，面臨史詩級版權訴訟和監管鐵拳。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美國已經有幾個州已經聯合準備起訴了。為什麼要起訴呢？因為 Anthropic 和 OpenAI 啊，他們幹的這些事情引發的後邊的這種算力中心的建設，導致了當地的電力、水資源啊這些使用佔據了很多居民的使用啊，就是最後把電能也推高，把水費也推高，這是不可接受的。對於美國人的這種腦袋裡邊，它是不可接受的，好吧？你可以給我帶來稅收，但是帶來稅收的同時，你不能大部分大規模的去打擾居民的生活啊！你這種數據中心又提供不了多少，又提供不了多少這個就業崗位，對吧？這個邊緣計算和具身智能是兩回事情啊！不要把它搞在一起啊！所以現在這個是這種東西，所以往後 AI 其實很缺的是數據，它缺的是什麼數據？是企業內部的核心數據。簡單來說，比如說醫療機構拿着的這個人體的數據，這是其一，包括這個CGG Veritas， 包括了CGG Veritas 是專門幹石油勘探的啊，包括 SLB 斯倫貝謝，他們手裡的拿着地層啊，不是底層，地層就是地底下地層的一些震盪，這個地震波拿到的一些地層的數據，哪裡有石油，怎麼通過這些地層的判斷去判斷石油在哪裡，這些東西他們是堅決不會拿出來給 Anthropic 和 OpenAI 去做訓練的。還有包括很多金融企業，對吧？你包括高盛也好，包括大摩也好，他們不會把自己內部核心的這些ticker 級的數據、海量的這些企業的這些調研數據啊，他們是永遠不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去給到這些開源企業、這些大模型企業去做訓練，他們寧願自己去做訓練，也不會用，好吧？所以企業的本地化部署，企業的在大模型上面，在開源模型上面的二次開發，才是真正AI 的未來。所以我其實對於 CRWA、對於 NBIS 這些雲端算力的這些公司，我其實都是處於一個非常看空的一個狀態啊，就沒有看好過。那這個東西後面最多就是成為一個個人和中小企業會依賴的一個東西啊，在這個大企業基本上這種大的使用量上面基本上是不會去使用的。你說 Anthropic 也好 ，OpenAI 也好，去租 SpaceX 的算力啊，去租 Meta 的算力啊，去租 CRWA、租 NBIS 的算力，他們租歸租，那麼問題來了，往後 Anthropic 和 OpenAI 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公司？我覺得最終就是成為一個賣底層模型的公司，因為高質量的公開語料枯竭了，你能把公開語料做到的也就這麼多。那麼這種模型，你不管你再怎麼迭代，無非也就是迭代一些新的知識進去。你說這個模型的能力還能增加多少？我覺得打問號。那麼最終他們也就是賣底層的公開模型，而大企業買了這些底層的公開模型去做二次開發、二次訓練，好吧？最後這幾家公司基本上也就是這麼樣一個狀態。那麼包括大家現在慢慢的也開始在本地部署自己的這種 agent， 對吧？就是個人，大家現在也明白，你買一個好一點的 GPU， 對吧？好一點的 GPU， 甚至說你買一個容量大點的 Mac， 你其實都能自己在家裡邊布一個自己用的 agent 這個系統啦，就是 AI 的這種系統。那麼你去布這種系統的時候，其實你還是在為AI 的硬件在做貢獻，對不對？所以 AI 的硬件，我不是說它會跌，我不是看空它。其實這種泛化對於硬件的消費是好事情，但是
現在包括存儲、包括灌模塊這些已經 price in 了，就是後面大概率就是一個橫盤的節奏，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你指望它再出現一輪大的暴漲，基本上不可能，而且很難了。那麼說到這裡，也就是說，為什麼我去看空 CLWV， 看空這些雲端算力啊，看空這些雲端算力，其實真的可能是本地化部署，後面才會是一個這個真正的生意啊。然後呢，全能赛博員工完美接管前端銷售與客服，這個是 OK 的啊。但是呢，高幻覺低容錯啊，真實價值在於後台的流程自動化。說白了，大家不要指望說 AI 去，你給它一條指令，它就能就是你不要指望你給 AI一個任務，像給到人一樣的一個任務，它就可以完美的去執行，其實完全不是。如果它後面没有適配的 agent， 它就會在那不停的 rag 啊，或者不停的自己跟自己较劲，就是不給你產成果，或者產出來一堆幻覺，產出來一堆垃圾。那麼說白了，後台的流程自動化，大家要明白 AI 的 agent 其實就是一個牛馬，所以這個牛馬你必須要告訴他你進了什麼東西，出了什麼東西啊。所以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往後企業級的這種自己用的智能體也會需要去做定制的開發。那麼就算現在說像這個美股上面的這些所謂做 AI 的這些 AI 客服也好啊，AI 銷售也好啊，這些公司他們推歸推，但是你拿來了，你還要自己去做適配，对吧？所以現在美國很火的一個職業叫做前端工程師啊。這個前端工程師就是你要懂 AI， 你又要懂業務，你還要有管理諮詢的背景啊，你還要能跟甲方打交道，然後去給企業做這種布置啊，就是做落地。那麼這個東西其實說白了，離真完完全全的智能，離真完完全全的自適應還非常遠。所以不是說 AI 會替代掉很多崗位，是不是真的工作就沒有了？不是，是 AI 會催生出來很多新的崗位。這個大家可以翻過去看70年代 Excel 出來的時候，大家當時都覺得這個記賬的這些軟件記賬的這些人工要廢了啊，就是這個行業要被摧毀了會計要被摧毀了。然後大家看到的是美國稅收的爆棚，美國記賬的爆棚，對吧？這個整個企業財務的規範所以大家不要擔心說 AI 會不會把所有的人工都替代掉啊？就是現在有種說法說，這個智商越高的工作越容易被 AI 替代，完全不是。AI 替代掉一部分工作，但是 AI 會產生出來很多新的崗位，而且這些新的崗位慢慢的都在產生所以只是看你轉型轉得快不快啊。就是社會把人拋下去的時候，從來不跟你打招呼的。那麼你有沒有去學習？你有沒有跟上時代？這個是真要命的地方。不要怕 AI， 要去擁抱 AI， 你要跟隨 AI 去升級自己、轉型自己，這才是真的難點這是我的理解隨便多說兩句。然後說人形机器人迅速普及，全面替代勞動力。那麼這個就說到了一個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叫做 Sim to Real Gap 就是仿真到現實的鴻溝。大家不管你現在看見的語數也好，看見的這個 figure 也好，看見的波士頓動力也好所有的這些機器人，大家有沒有發現它都是在特定的场地裡執行特定的動作，而完全沒有達到說我們用大模型，你可以隨便給他一條指令，他會給你東西。如果哪一天這個智能，這個具身智能真正達到說你給他一條指令，他能夠自主去執行，而不是說只是給他一個固定的，你去抬個杯子去幹個什麼呀這種智能，這不叫智能這個無非就是一個離開了流水線的機械臂而已，有人形狀的機械臂而已，這是我的理解。真要達到具身智能的程度，不是這麼一回事就是具身智能現在的能耐可能還不如自動駕駛這個是我的一個觀點。自動駕駛好歹是在 real 的世界裡，在真實的世界裡已經試驗過通過了，比如說特斯拉的 FSD 已經在實戰的公路上已經走得很好了，但是具身智能離這個節點都還非常遠。它一旦脫離了實驗室，脫離了那種按毫米計算的平台
它的整個動作可能就會真的要出問題，就會讓你得到一些很惡心的結局，對吧？所以具身智能這個東西，我覺得它離真的實用還很遠，大家其實不用去擔憂啊。這個所謂的，剛才我才進來的時候也聽到吉總在講打螺絲的事情，我覺得現在的具身智能無非就是一個離開了流水線的機械臂啊，就是流水線上的機械臂就是在做重複固定的工作，現在的具身智能無非離開了流水線，也只能做固定的工作，而不能做自主的東西，好吧？就現在都是沾着智能，但是它不是智能啊，它完全没有達到一个智能的這種境地。這個也是李飛飛和楊麗坤啊，就是這兩位大咖啊，就是一直在噴的地方啊，就是他們一直說現在這個所謂人工智能，所謂的智能的路徑是完全錯誤的，這是我完全贊同的。因為我自己在做這個項目背後，其實也是基於大模型的。那麼這個大模型你用下來，你如果不給它一些很框定的東西，最後它可以給你出現一些很離譜的事情，好吧？那麼現在我們要去投什麼東西？水電其實水電這個東西，我在去年我剛開自媒體的時候，我就給大家講過電力。當時就在講電力啊，這一年過去了，我們還是要講電力。只不過當時我講的電力呢，是一些傳統的電力企業，因為當時覺得電網要改造，要去做改造。那麼現在也一樣，電網還是要去做改造。那麼無非給到這些物理底座啊，限制水電擴張的一些硬約束啊，這些標的啊，我也給大家隨便列出來幾個。其實 NGG 當時我也說過了 ，CGG 當時也說過，就是1年前我就在說這些票啊。那麼，但是現在還是繼續說水電啊，就是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這個東西你都跑不離，你都脫不掉啊，你都離不開。所以水電這個東西是一定要去做的啊。就是 AI 它是不是有泡沫？是，它是不是對生產力構成了一種推進？我覺得現在只是一個係數啊，沒有實現本質化的一個迭代，也就是說，現在還是在我們現在的整個生產力上面成了一個 1.1， 成了一個 1.2啊，多的崗位可能成到 1.7、1.8，但是你說它完全顛覆了現在的整個生產力架構，就是所謂顛覆，就是類似於像蒸汽機也好啊，互聯網也好，暫時還沒有出現這種苗頭啊。那麼算力盡頭的物理約束啊，新基建。電網改造啊，這個電網改造，那麼你就要去看美國的這些，比如說 AEP，比如說杜克能源啊，就是這些，比如說這個 Georgia Power 啊，就是這些的智能電網，就是原有的電網，他們現在要去改造這些智能電網啊，就是高密度冷熱管理，就是現在的電網可能不僅僅是電網了，它可能還要包括冷熱管理啊，就是數據中心的熱管理和变压器。企業的積壓訂單，這是真下面背後我們需要去做的一些埋伏啊，就是大家不要再覺得現在水和電是公用事業，是防禦板塊了，後面是帶有進攻性質的防禦板塊。這個定義我是從去年就給過，那麼現在還是這樣的定義啊，就是這些底座的東西一直都沒有變啊，那麼。緊接着就是內存牆啊，這個我就不說了啊，這個反正大家都耳濡目染了，也講了很長時間了啊。但是我的概念就是存儲光模塊後邊就是一個橫盤的狀態，我現在不太建議大家還去重倉這兩個板塊了啊。那麼說一說現在所謂的就是說軟件被打得很慘的這大半年，對吧？我從4月份說讓大家抄軟件，結果抄了4個月，它還是沒有漲上去只是還在往下跌。那麼現在是不是真有東西可以做？是 AI 後台接管大量客戶訂單啊，直接實現在利潤表的 SG&A 大幅縮減，這個是有的啊。這家公司還沒有上市啊，準備 IPO 了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那麼這個所謂軟件就是按席位收費變成了按結果收費啊，這個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這個東西啊。那麼這個至於後邊到底真在後台執行異步高容錯任務的 AI 會產生多少的效能，我們不得而知，還得繼續觀察下去啊。比如說現在 ServiceNow 也漲得不錯，對吧？那麼這個互聯網語料的收租人啊，就是比如說這些公司龐大的 AI 地租啊，秒擊23以及高頻金融交易訂單部，
幾十年的地震波形景啊，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啊，這些未脫敏的醫療基因組和病例數據庫，這些東西其實現在是真AI 啊，這些大模型企業，比如說 Anthropic， 比如說 OpenAI， 他們想要進軍到專業的領域，他們需要的東西啊，大家不要去看那個不要去看這個所謂 Bloomberg GPT 啊，就是 Bloomberg 的東西，其實很多東西也是基於公開數據的啊，也是基於公開數據訓練出來的。它的底層很多東西無非是聚合出來，然後賣彭博機嘛，對吧？然後現在變成了賣 GPT， 但是那些數據 ，OpenAI、Anthropic 同樣可以拿得到啊，可以爬得到，可以花錢可以買得到有些數據。那麼這些數據其實為什麼 Bloomberg GPT 沒有太多的優勢，而且出來沒2個月啊就被幹下去了啊？專業技能方面就被幹下去了。那麼其實現在真在金融行業做開源模型做的比較好的是 IBM 啊。为什麼會是 IBM？ 因為華爾街的這幫大企業、這幫投行在很長時間裡都是用的 IBM 的服務器，所以 IBM 有很多的外面拿不到的很多金融語料，好吧，我只能說到這裡了，不能再往下說啊。然後醫療與新材料變現啊，這個呢，反正就是AI 無法打破布里定律啊。真正的阿爾法在於大幅縮短前端大海撈針的試錯成本，極大提升後期的 ROI 啊。這個東西就是 AI 這方面的東西呢，我就不給大家去再說太多的標的了啊。AI 已經說的太多了，我也不想把時間浪費在 AI 的這個上面。那麼對於機器人來說，大家不要去找機器人的企業，你要去找機器人身上哪些東西是真值錢和高損耗的。這個投資邏輯就像，如果你要投資風電行業，你不是去投資風電的葉片，不是去投資風電廠，你要去投資的是賣風電潤滑油的廠，因為那個是高消耗的東西。同樣的邏輯拿到具身智能，大家也是要去投這些容易壞的東西，高精密度的力矩傳感器、柔性執行器、專用減速器啊，這些東西是真往後在具身智能上有大量這個使用量的東西啊，投這些東西他們是有真的現金流的。也就是說，具身智能一旦起来開始大量採購，這些廠家有真的現金流，而你投機器人企業，機器人很容易就變成一個泡沫啊。反正這個宇樹剛上市，大家也看到那個股價怎麼走的了，对吧？走的人好吧，我不說了，這個不過分的去說國內的一些事情啊。然後后 AI 時代選股過濾器啊，我這裡就不給大家放一些這個標的了啊，大家就理解一下這些東西就行了。真實利潤改善、物理硬約束啊，然後獨家私域數據，要壓住的是這些東西，而不再是去壓住存儲啊這些東西。那些東西已經過了那個週期了，現在就是會進入一個大的橫盤，好吧？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理解啊。抵抗 AI 垃圾信息啊，用概率分布化啊去實現降維打擊啊，這個東西，這個漏斗，這個喇叭啊，這個是不是很像我的那個一會兒給大家講我網站上的那個目標價的圖形啊，很像那個東西。其實往後我們用 AI 去做的東西應該是長成這個樣子才是對的，好吧？剝離泡沫的多空實戰指南，這個呢我就放在這裡啊，大家看一下就好了，我就不一個一個念了，念下去沒有意義。剛才這些東西都講過了我今天其實是想去講量子計算了。